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游戏科学的这个新单机游戏《黑神话：悟空》啊，是不得不说了，因为它太火了，所以我迫不及待的下场来蹭蹭流量啊。这个《黑神话：悟空》啊，是中国游戏产业的一款里程碑之作啊，它不仅引起了国内外玩家的广泛关注，也为中国单机游戏市场带来了新的希望。这款呢是由游戏科学工作室呢开发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所谓的 ARPG 啊。那么它是以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为主角啊，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的游戏技术，创造出了一个独特的所谓东方幻想的世界观。黑神话悟空啊，它的诞生背景啊还是颇具戏剧性的。在中国手游市场啊，增长疲惫见顶啊，用户需求日益挑剔这么一个背景下呢，一些高成本的这个游戏开发项目是难以收回成本的。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呢，游戏科学工作室呢就选择了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啊，开发一款高品质的单机游戏。所以这个决定啊，在当时被许多人看来还是很冒险的啊。但也正是这种勇气和冒险精神，这个使得这个黑神话悟空啊成了中国游戏产业啊从无到有的这么一次重要跨越。这个游戏呢是采用的虚幻引擎5展现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这种视觉效果。开发团队呢致力于把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和现代游戏技术完美结合，创造出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奇幻世界。那游戏的可以说技术的完美结合呀，创造了一个融合了中国古典美学和科幻元素，它就呈现出独特的这种视觉体验啊。那么黑神话悟空这个游戏玩法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呢就是战斗系统啊，游戏采用复杂而富有深度的战斗机制，玩家呢需要熟练掌握孙悟空的各种技能和变身能力，应对各种强大的敌人和 BOSS 啊。第二个，在这个游戏啊提供了丰富的剧情内容啊，玩家可以深入探索这个基于中国神话的奇幻世界，体验孙悟空的成长历程。第三个呢是开放世界啊，游戏采用了开放世界设计，玩家呢可以自由探索广阔的游戏世界，发现隐秘的这个隐藏的秘密和支线任务。第四个呢就是角色成长啊，通过完成任务和击败敌人呢，玩家可以不断的提升孙悟空的能力，解锁新的技能和装备。另外就是游戏里边包含了众多源自中国神话的怪物和 BOSS 啊，每个敌人都具有独特的设计和战斗模式。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游戏目前呢主要还是以单人剧情为主啊，但是开发团队呢这个已经表示未来呢会加入多人联机功能啊，允许玩家组队合作挑战更强大的 BOSS 啊，所以这个特征会为游戏增添在未来增添更多的这个乐趣和可玩性。当然在技术上这个尽管黑神话悟空呢在视觉效果和游戏设计上获得了广泛的赞誉，但是游戏在技术方面也是面临一些挑战的。根据一些早期测试和专业游戏媒体的报道游戏存在一些技术问题和 bug 那这些问题可能会影响玩家的这个游戏体验当然呢，现在这个游戏已经发布了可能不少的这个 bug 呢已经得到解决。当然考虑到这是游戏科学工作室首个大型项目，他们之前是做页游的，就做过2款页游，所以这些技术的挑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开发团队呢还是要在这个游戏发布前发布后提高这个售后解决这个不断出现的 bug， 确保玩家呢能够获得流畅而且稳定的这个游戏体验。那这个游戏它的出现呢，给中国单机游戏市场带来了可以说新的希望。根据2024年1月到6月的中国游戏产业报告的最新数据呢，2024年上半年国内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呢达到了1472.67亿元，但是同期主机游戏市场就是单机游戏实际销售收入仅为7.97亿元，零头都不到所以仅占这个0.5%，所以这个数据都清晰的展示了单机游戏市场在整个游戏产业中的地位，也凸显了这个黑神话悟空它所面临的这个市场挑战。那当然，尽管这个游戏的
市场规模是较小的，但是它在游戏产业中呢，一直是有它一席之地的。所以这黑神话悟空的它的成功给国产单机游戏市场打了一个强心针啊。在存量用户越发挑剔啊，那么就这款游戏的诞生背景还是比较有戏剧性的啊。刚才我们说过，手游市场见顶，存量用户挑剔一些高成本开发项目难以回收成本，这样的情况下呢，游戏科学工作室呢就选择了开发一款高品质的单机游戏这么一个可以说是不归路。那这个决定呢，不仅体现了这个开发团队的勇气和远见，也给整个国产3A 游戏实现从无到有这么一个跨越。所以作为一款中国游戏工作室开发的大预算的国际发行游戏，黑神话悟空不仅在国内，那在国际上也引发了极大的关注啊。它被视为中国游戏产业实力的代表作之一啊，有望呢在全球游戏市场上与其他的3A 级大作呢是一较高下。但是整个国产单机游戏市场的发展就是国内的发展，还是需要更多的像游戏科学这样的团队呢，不断的努力和创新以推动市场的这个持续增长。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根据 Newzoo 的报告虽然在2024年全球游戏的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1877亿美元，刚才说过国产的这是全球的，但是主机游戏收入预计将同比下降1%，这就说明这个单机游戏市场在全球范围内还是面临一定挑战的。所以黑神话悟空呢，能否在这样的这个严峻的市场环境下脱颖而出，也是对这个游戏质量和市场策略的一个双重考验啊。单机游戏市场的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这个影响，包括这个技术进步游戏的这个需求变化以及市场环境，所以呢，单机游戏它的市场是相对较小的那么虽然还是有一定的空间和潜力，但是需要就是游戏从业者呢不断的这种可以说探索和创新你像《西游记》这么多久了这从改编电视剧都5-6个版本了，这个大的单机的《西游记》的游戏看起来呢还没有当然一方面是由于技术的限制以前有网游、页游有，但是像这种高等级的3A 游戏呢，一直是这个空缺。所以呢，黑神话悟空它的这个成功可能会为整个行业指明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了目前这个黑神话悟空呢，主要是单人剧情模式为主它这种设计呢，允许玩家呢深入的体验游戏，它里边那丰富的剧情内容和独特的这个游戏世界。根据官方消息游戏发售初期可能不会立即推出这个多人联机模式，前面我们说过而是专注于提供的高质量的单人游戏体验。所以这种策略呢，可能是为了确保游戏核心体验的这种完整性和稳定性，同时呢，也符合传统单机就是 RPG 游戏的这种设计理念。但是呢，开发团队呢也没有忽视玩家的多人游戏体验要求。根据游侠网的这个报道官方呢已经明确表示呢，在未来支持多人联机网络游戏，允许玩家和其他人组队，共同的挑战游戏中强大的 BOSS。所以这个规划就说明这个开发团队对游戏长期发展是有考虑的，也给将来游戏未来的这个内容更新和玩法扩展就留下了一定的空间。那么目前这个多人联机版的这个游戏还没有发布那么具体的联机方法和功能细节可能还需要玩家关注官方的下一步的这个游戏和消息那么多人联机游戏如果真正做到了之后可能会给这个黑神话悟空这个增添这种新的这个可玩性和趣味性因为它不仅可以延长这个游戏的生命周期还能吸引更多的那种偏向于社交游戏体验的这个玩家但是呢，如何在保持游戏原有风格和质量的同时成功的实现多人游戏体验这不仅仅是一个硬件问题也将考验这个开发团队的这个他的能力当然了，我们说完好的这个也有反面的
黑神话悟空啊，在游戏内容和市场上啊取得了广泛的赞誉，但是游戏的一些发行策略还是引起了一些争议。那么法国游戏的内容创作者叫雷尼尔啊，他说呢，他们收到了游戏的激活码，但是附带了一份推荐文件，要求在讨论游戏时呢进行自我审查。这份文件啊，要求不得讨论被认为是负面的话题，比如说政治、女权主义宣传、COVID-19 啊疫情等等。所以这种做法呢，就引发了对于言论自由的担忧啊，这也是和游戏主角孙悟空啊这种反叛是吧，挑战权威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了。那孙悟空在中国古典文学《西游记》里边被塑造成为一个叛逆、不拘一格啊、挑战权威的这么个角色，以打破天庭秩序、大闹天宫而闻名。但是呢，游戏公司呢要求玩家和内容创作者呢，在讨论这个以反叛者为主的游戏的时候进行自我审查。那这种矛盾就引发了人们对于创作自由、文化表达以及商业利益之间的这种关系的思考啊。这种情况就反映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在全球化的游戏市场中，我们如何平衡不同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和表达自由的需求？这个问题啊，不仅关系到黑神话悟空它的成功，也关系到中国游戏产业未来的国际化道路。所以尽管面临一些挑战和争议啊，黑神话悟空呢仍然代表了中国游戏产业的一个重要突破啊，它展示了中国游戏开发者在技术和创意方面的实力，也给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那展望未来呢，黑神话悟空啊，它的成功呢可能会激励更多的中国游戏开发者投身于高质量的单机游戏开发。那这不仅啊有助于丰富中国游戏市场的多样性，也给中国游戏产业在国际市场上赢得更多的认可和机会。毕竟呢，游戏产业啊，不仅仅是需要技术和创意的突破的啊，还需要在商业策略、文化表达和全球化运营等方面啊，不断的学习和创新。所以黑神话悟空的经验啊，无论是成功还是争议，都将呢给中国游戏产业未来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经验。黑神话悟空啊，作为中国游戏产业的一个里程碑之作，那他刚才说了，不仅展示了啊中国游戏这个开发者的技术实力和创意才华，也反映了中国游戏开发者的这个就是在面对全球市场上这个挑战的时候呢，他们的能力。所以他的成功啊，将给中国单机游戏注入新的活力，也可能呢，为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开辟新的渠道。有人在问啊，到底有多少外国人在玩？或者说不了解西游记文化的西人在玩？这个很有意思啊。根据游戏咨询分析机构叫 Game Discovery 的估算，在 Steam 平台上啊，中国玩家占比达到惊人的 89.7%， 美国玩家占 3%， 日本玩家占 1%。这只是 Steam 平台上，如果我们综合到国内的平台 WeGame 一平均，那就更少了。所以这个数据就表明啊，文化输出其实输出的还是自己人，还是有点出口转内销的这个样子啊。所以呢，我们前面说的游戏所引发的争议啊，也提醒我们什么呢？在追求商业成功的同时，不应该忽视创作自由、文化表达和社会责任这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未来呢，你要在竞争激烈的全球游戏市场占据一席之地，你裹着是吧，缠着裹脚布啊，带着紧箍咒的孙悟空啊，终究会是昙花一现啊。所以黑神话悟空的故事呢，才刚刚开始，他的成功和挑战啊，都是成为中国游戏产业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一章啊。我们期待着看到更多像游戏科学这样的优秀团队出现啊。毕竟呢，推动中国游戏产业向更高水平的迈进啊，是大家的愿望。也希望呢，他们能输出像游戏主角那样的价值观，而不是让游戏玩家呢去做两面人。好的，这就是关于黑神话悟空的一个感想，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